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王丽慧律师，也是王丽慧医师。今天来跟各位讨论的是越减越肥，科学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减重这个话题啊，几乎是我们的日常，不管有没有真的强烈的意愿要去减重，多少心里面偶尔都会有这样小小的一个声音，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念头，说好像我应该要减重了这样。那我个人的话呢，是从高2到现在30几年了嘛然后我都是维持在50公斤，怀孕生产的时候除外了那我维持在50公斤这么久，身体质量指数是一直都没有变，但是呢，我的体脂肪啊，确实是慢慢的在增加，也就是说我的身体的组成是在改变的。那特别是呢，在我考律师备考的那2年，因为我就是久坐，所以呢，我这个腰斜啊，还有这个大腿啊，就明显的就是脂肪增加了好几公分啊，个人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的。那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呢，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篇医学报道，它就根据这个减重又复胖的人呢，去做了一个研究这个我们称之为 weight cycling 或者是说叫做溜溜球效应 yo-yo dieting 这样。那这个呢，他发现呢，不断的持续的反复的减重没有办法维持的人，他呢会体脂肪越减越多。因为呢，我们在减重的时候呢，大部分人的减重方法呢没有减脂，而是减体重。然后他看到他体重下降，他感觉是满意的，他有成功。但事实上呢，他减掉的可能都是瘦肉。等到他复胖的时候呢，他增加了体重，他增加的不是瘦肉，而是肥肉，所以他的体脂肪就增加了。那下一次他又减重，他又减少了他的瘦肉，当他又复胖，他又增加了他的体脂肪。所以呢，根据这篇研究报道呢，他就是发现反复减重就是这个 yo-yo dieting或者是说溜溜球效应的人，他们真的是越减体脂肪越高。那特别是囤积在这个中央区这一块可以达到2.4到4.2公斤的增加。那么呢，我们什么叫做中央区呢？就是我们这个肋骨下到我们的骨盆这一区我们叫 android 这个我们就是所谓的苹果型身材。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梨形身材，我们叫做 gynoid， 它是主要集中在臀部跟大腿，这个叫下半身肥胖。那这一篇研究它讲的就是呢，这个持续不断反复在减重，然后又复胖，减重又复胖的这种人呢，他就是这个中央区呢这一块的这个脂肪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常常讲说身体质量指数是这个体重然后除以你身高的平方嘛，我们都会用这个身体质量指数来看说这个人有没有过重。但是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报道也出来了，就是说呢，其实如果有关于你的身体健康的话，你的体脂肪的比例呢比你的 BMI 更为重要。也就是呢，你减重最重要的是应该是要去减脂如果你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的话，那么减脂是比你降低体重是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只是想说要看起来瘦瘦的，好像这样子就形象满足了那我们现在发现有所谓的 skinny fat， 就是瘦胖子。他呢外形看起来很瘦，他的四肢也都瘦瘦的，但他其实他肚子的赘肉可不少。那这一种的话呢，他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的话，不但是正常，可能还比别人还稍微再低一点。但是因为他的体脂肪的比例颇高，所以事实上这样的人呢，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是高的，代谢症候群的风险也是高的。也就是这个瘦子呢，他其实去抽个血，你会发现他的胆固醇也高，血脂肪也高，血糖也高，都不好。那并且呢，根据这个研究讲他说这样的族群他的这个死亡的风险甚至比任何其他的族群的风险都还要高。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体脂肪的重要了比你的身体质量指数，比你的体重都更加重要。那么到底多少呢算是过多的体脂肪呢？我们可以讲，如果呢年龄越高的话，体脂肪确实它的比例会越高。那我们举一个30岁的例子来讲，如果呢一个男性他的这个体脂肪超过25%，他就算肥胖。如果这个女性30岁的，她的体脂肪超过30%，不管她的四肢多么的瘦，不管她的身体质量指数有多么的好，她也算肥胖。那我们应该维持在多少呢？我们大部分男士的话，如果30岁男士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呢，就是14到17这中间。那如果女士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大概17到27这中间这样算是可接受的那到底怎么样会过低？因为有的人就会问我说，那体脂肪过低感觉好像对于身体缺少保护作用遇到一些急症的时候好像比较容易产生危险的状况这样。那如果说男生的话呢，我们就是不要少于6%，女生的话呢不要少于16%，
这样算是 OK 的啦。但是你也可以听过嘛，有一些健身狂他的体脂肪只有3%嘛，所以其实也还好，没有真的那么危险。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呢，到底怎么样呢去维持好你这个体重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对于复胖要进行一个很好的复胖管理。我们通常呢在做减重治疗的时候，我们会呢3个月为一个期限，在这个3个月之内，如果你能够减少你体重的5%的话，我们称之为是成功。那如果3个月之内呢连5%都没有的话，那就真的是算减重失败了。但是减重的成功呢不是就到此为止，我们建议后面要再追踪6个月。因为呢，维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就是3个月达标减重了，可是我们没有认真的去维持，那么呢，你就会陷入刚刚我们讲这个溜溜球效应里面。那这个目前科学家认为很不好嘛，觉得就是还要再追踪个半年是比较理想的。那如果你呢身体质量指数呢是超过30，或者是说你这个体脂肪啊，女生就是超过30%，你这种是肥胖嘛，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用药。那我们知道说，我们都会先说从饮食的这个控制开始嘛，当然饮食控制也是可以的当然如果呢你已经尝试过很多次的饮食控制，都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复胖的话呢，还是可以酌情使用药物啊。现在这个核可的药物就是像罗氏鲜啊、瘦瘦比啊，或者是比较新款的一个药叫康先福这一些。那么另外还有一款叫益州糖，也是打针的，它本来是用来设计对糖尿病的处理，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医美诊所可能就会把它拿来做减重针那这算仿单外的使用。那么瘦瘦比的话，因为它是要每天在家里自己打，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呢，有些人他真的是不敢打针，所以他只好去那个医生的诊所那边1周打1次，就改成打益州糖这样。那这个是呢目前可以用的药物。那我们建议就是在这个之后呢，如果你有使用药物的话，在你的疗程结束之后呢，再追踪个半年，你这个药要慢慢的减，就是你也不要马上断药。那如果遇到了端午节、清明节啊、中秋节这些大节日的话呢，不妨呢就是再回诊，再拿一下药，再吃个几天，这样比较良好的管理一下。因为复胖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嘛，所以呢建议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好好的管理。然后呢，除了这个西药的使用之外呢，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就是呢这个健康餐盘的一个管理原则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哈佛大学他们所提议出来的一个健康餐盘。我们现在也会呢请我们的客户呢把他的每一餐铺陈在这个餐盘上面，然后拍照过来给我们看。因为我们常常在跟客户的对谈当中跟他讲说，你这个蔬菜要多吃一点啊，你有没有吃太多甜食啊，你的水果有没有过量啊。我们讲了这些之后，客户都会说没有这样，我都吃得很健康，我都没有我几乎都没吃了，我就喝水的也在胖了，这样我几乎什么都没吃。可是其实呢，我们真的需要去了解到这个客户他所谓的没有吃是吃成什么样子。那这个健康餐盘的话，我们可以看它就是把它先从中间切一半，然后分成4个等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蔬菜它必须要是占最大的一份，然后再来是水果要少份一点，然后呢你的主食就是淀粉类还有你的这个蛋白质呢是各占1/4，这2个是等份。但是这个我们要特别讲一下，在主食的这一块呢，它这里讲到的是要全谷类。所以呢，如果你去看你这个外卖的便当盒，你有好大一块全部都是白饭，就是呢你的淀粉类太多，而且是精致淀粉。那么呢在这一边的话，在下面还有所谓的健康的蛋白质。为什么要强调健康呢？因为如果去看你的便当盒的话，你通常好大一块肉，可能是呢炸鸡腿或者是炸猪排。那这个呢虽然也是蛋白质，但是是高油脂的蛋白质，这样就不算是健康的蛋白质所以呢各位这个餐盘呢要注意，然后大家可以在家里也做这样子的一个分配跟学习。一桌的菜你先夹到你的餐盘上面，把它分成4个品项铺排好，然后自己去自我检视。那今天要跟各位再讲到一个呢是关于运动。那么大家都会觉得说呢，在减重的时候运动非常的重要。那事实上跟各位解释的就是呢，我们一天当中吃进去的东西我们要把这些热量消耗掉嘛。靠哪些方法消耗掉呢？第一个是你的基础代谢率。那基础代谢率确实它消耗了你一天当中吃进去的这些所有热量的70%，它确实是占最大的比例，但是它比较恒定，它其实不太有办法动，就是你不太有办法去改变它，改得太多。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吃进去的食物把它燃烧成热量这个其实就是只占了我们一整天的这个消耗热量的5%。那另外还有10%呢，就是你的运动，就是你的运动呢其实占了你消耗热量的10%，其实不很多真正呢可以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是 NEAT 这一块
NEAT 这一块，它占了15%。那么 NEAT 它讲的是呢，非运动性的活动可以燃烧掉的热量。非运动性的活动是什么？就是你的日常的走动啊，就是你日常爬楼梯啊，你提东西啊，你散步啊，然后你可能就是做家事啊，抹地啊，煮菜啊，这个叫做你的日常行为，它是非运动性的活动，这个才是真正差别最大的地方。如果我们是一个经常性坐办公室久坐的人，就像我说我备考的时候，备考2年就一直坐着这样，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就消耗了1%。但如果你是一个经常不断走来走去、上上下下，整天都在走路，因为你的工作性质需要走很多路的话，你可以到15%这个才是差别最大的地方。所以呢，减脂最重要是从这里开始。那至于如果各位真的要选择运动的话，对于减脂啊，最好的运动我们叫做高强度的间歇性训练，这个可以去参考我们曾经讲过的间歇性缺氧。因为间歇性缺氧是一个对身体非常好的一个健康养成。那么在高强度训练的时候，就是呢，你可以30秒冲刺跑，跑到让你的心跳呢达到你的最高心跳的85%以上，然后再来呢缓1分钟慢跑，然后再来30秒极度冲刺跑，造成一个间歇性的缺氧，然后再来缓下来1分钟慢跑，然后再来30秒高强度的冲刺跑，然后再来慢下来1分钟慢跑。这样借由在你这个30秒的冲刺跑的这个期间呢，你就已经造成了间歇性的缺氧，这会使你健康，使你长寿，使你年轻。我们讲过这个肱头筋的故事嘛，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那这个呢，所谓达到你最大心跳的85%呢，这个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就是呢，假使你是40岁，那么你的最大心跳就是220减掉40，那就180嘛。那180你至少要达到180的8乘5啊。那么就是153下，也就是说，当你毛起来冲刺跑的那30秒，你的心跳必须要达到153下，然后再缓下来。所以各位这个也要记起来，我们这个是怎么计算的哦？你的这个最大心跳是这样子的一个算法。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现在认为啊，体脂肪呢是真正最大的重点，已经不是光是看这个体重减了没有而已啊，你真的要去了解你的身体的这个组成比例啊。那这个可以有几种做法，一种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个仪器叫 InBody 嘛，这个仪器的话几乎健身房都有。那另外一个最标准的做法就是要到医院去照 X 光啊，照这个 DEXA 这个 X 光，让它去帮你计算分析出来，因为全身用 X 光都看得非常清楚，知道哪一些部分是脂肪，哪一些部分是骨骼肌。瘦肉跟肥肉看得非常清楚，这是最标准的。那没有的话，我们就是要 InBody， 然后详细的去追踪你到底减重的过程当中是减到脂肪还是减到瘦肉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是呢已经肌少症了，你这个时候呢又很胖，但是你肌肉又很少，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减重就要比别人更多的注意了因为你如果减得不好的话，你已经肌少症了，瘦肉越减越少，这个时候你就要适当的去调控你的蛋白质的摄取量。那下一次的话，我们会再跟各位讲关于这个肌少症的一个维护。谢谢。